大家好，我是牛奶。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哟。成功将隐患解决掉的萧炎回到了迦南学院，正行走于盘门之中时，萧炎遇到了一位女炼药师正在炼丹。此女的天赋完全不逊色于古河的弟子柳灵。萧炎爱才在丹城的时候没忍住指点了几句，没想到此女并不太领情，反而问起了萧炎究竟是何人，为什么在盘门行走却连徽章都不佩戴。听得新兰的话，在场的所有盘门成员都开始戒备，为了避免麻烦而偷偷溜进盘门的萧炎可以说是百口莫辩，说理说不通，打又不能打，正头疼的时候，还是萧妹解救了他，领他回到了盘门往日的大厅。在与吴昊、古家等人叙完旧之后，萧炎赶往了内院的长老院。会议厅之中，苏谦大长老正独自的等着萧炎。看到萧炎衣衫凌乱的窜进大厅时，苏谦戏谑道：“现在知道你在内院的受欢迎程度了。这么多年，我可从未见过哪个学员有你这般待遇。”萧炎有些头疼，无奈的道：“大长老就别取笑我了。”苏谦收敛了一点脸庞上的笑容，注视着萧炎道：“你这次再来迦南学院，除了给天坟炼气塔释放心炎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事吧？”萧炎没有隐瞒的说明了自己中了魔毒斑，需要斗尊强者帮忙解毒。苏谦很无奈，这内院之中，除了一直不曾回来的院长，就再没有斗尊强者了。有几个实力快到斗尊的老妖怪吧，非迦南学院生死存亡之际是不会出手的。知道真相的萧炎眼泪差点流下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问苏谦有没有异火的消息。苏谦倒是知道焚炎谷自古沿袭着一种异火，该异火名为九龙雷罡火，在异火榜上排名第12。正与萧炎说的时候，一道清冷平淡的声音却是突然在房间之中响起。九龙雷罡火虽然是异火，可经过焚炎谷几百年不断的炼化，早就被印上了极为特殊的血魂印记，除非是修习焚炎谷功法的人，否则即便是得到了九龙雷罡火，也不可能将之纳为己用。同志们，还记得天火三玄变吗？没错，就是焚炎谷的功法。听到突然响起的声音，萧炎二人脸色大变。萧炎一招西掌直接卡住了出生之人的脖子，没想到手中之人赫然便是先前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盘门炼药师新兰。新兰的到来直接打消了萧炎去取九龙雷罡火的想法，因为只有修炼了焚炎谷的正骨功法清明幽炎诀，才有可能将九龙雷罡火纳为己用。不过新兰也为萧炎带来了希望，中州丹塔有3000焰炎火，3000焰炎火别名又被称为3000星空焰炎火，异火榜上排名第9，论起来比要了的古灵冷火排名还要高上2位。这种异火并非是存在于大地之中，而是在遥遥的星空之中成型。3000焰炎火能够令得拥有它的人生命力变得异常顽强，只要持有者能残余下一口气，便是能再度变得生龙活虎，而这恢复的速度就需要看伤势的严重程度。如果是心脏、脑袋等等这些要害部位遭受到真正的致命攻击，即便是3000焰炎火也难以修复。新兰告知萧炎这一消息的条件是帮他的家族重新进入丹塔长老席。萧炎并没有满口承诺，只是说自己会尽力。新兰信任萧炎，将他知道的消息全部告诉了萧炎。丹塔其实发现那3000焰炎火已经有了不少时间，只是塔中强者没人能收服它，只能将收服异火的资格外发而出。只要炼药师能在丹会之中进入前10，不仅有丰厚的奖励，还有一次收服3000焰炎火的机会。萧炎觉得新兰提供的消息很值，当下决定搞定天坟炼气塔就前往中州。苏谦却是心疼萧炎，非让萧炎休息一晚，第二天再说。哪知回到房间的萧炎却并没有休息，为了给自己增加保命的手段，萧炎决定研究一下天焰九行翼。在吸收完卷轴上的内容后，萧炎立马就开始了炼制，没想到这一炼制就是2天2夜。结果是很喜人的，萧炎炼制出了一对巨大古翼，古翼的整体泛着玉石光泽，古翼的边缘还有着一些雷电缭绕在尖刺上，这古翼的颜值与霸道值成正比。刚进入萧炎的体内，就将紫云翼直接碾了出来。不过他有着霸道的本钱，以萧炎现在的速度，再加上这对古翼，可以说是完全不输实力超强的斗宗强者。而实战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地魔老鬼带着一群人来到了迦南学院，韩风作为将地魔老鬼找来的功臣，自然也在。地魔老鬼假借萧炎杀了魔眼谷3大长老之名，要求苏谦将萧炎交出来。苏谦哪里不知道他实际想要什么，当下就冷笑道：“地魔老鬼，你说这话也不怕人笑话？院长大人若是在内院的话，你还敢如此兴师动众的来？”这话直接戳中了地魔老鬼的痛脚，他怒吼道：“苏谦，你莫要真以为老夫惧怕盲天尺，而且就算我的确忌惮于他，可你也没有资格与老夫如此说话。如今老夫狠话放在这里，若是不将那萧炎交出来，你这内院以后就不用再开了。”地魔老鬼此话一落，众多内院长老脸色皆是一变，旋即脸庞上涌起一抹怒火，这老不死的太猖狂了。萧炎却是在此刻现身道：“能让这般强者记住在下的名字，倒还真是让小子意外。”地魔老鬼直勾勾地盯着萧炎道：“你是主动跟我走，还是由老夫亲自出手断去四肢后带走？”
苏谦一听，眼睛猛然一瞪，厉声喝道：“地魔老鬼，这里是内院，可不是你魔眼谷，想要撒野也得看看地方。老夫今日也同样将狠话放在这里，你敢在我内院动手，老夫拼得这条老命也要让你知道，我迦南学院可不是泥捏的。”地魔老鬼到底还是怕芒天尺秋后算账，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嘴硬一番后才表示他带来的强者可以不动手，而内院的长老也不许插手。他以一敌二对付萧炎和小医仙，苏谦哪里肯答应，也要参战，可惜却被韩风这个阴魂不散的货给缠住了。萧炎与小医仙这边打得十分艰难，毕竟等级差距在那里，地魔老鬼还老是揪着萧炎不放。萧炎能依靠的只有星翅膀赋予他的速度加成，眼看萧炎几次惊险的避开杀招，小医仙不再留手，再次解开了恶难毒体的封印。萧炎明白小医仙的行为跟透支生命没什么区别，深吸了一口气后，萧炎轻声对着小医仙道：“帮我拦住他一会儿，其余的交给我来。”怒发冲冠为红颜呀，为红颜！表面平静，实则已经疯狂的萧炎，在三色火莲中融入了一半的化生火，毁灭火莲就此诞生。感受到毁灭火莲恐怖的气息，众人都停了手，韩风也不敢再蹦跶了，努力的朝萧炎扯起一个极为勉强的难看笑容，就怕萧炎一时上头将火莲朝他丢来。萧炎还是有一丝丝理智的，目光直勾勾的盯着地魔老鬼。被萧炎锁定的地魔老鬼咽了咽口水，干巴巴的道：“老夫现在就离去。”萧炎偏头看了看为了守护他而重伤的小医仙，微微一笑，轻轻的道：“晚了，既然来了，那就不用再离开了。”萧炎确实是疯了，融合着毁灭火莲就已经是力不从心，他最终还是将这已经不受他控制的火莲朝着地魔老鬼丢了出去。在意识到自己一时冲动不仅会使内院被夷为平地，还会令内院所有学员尸骨无存时，萧炎慌忙的想要补救，正想倾尽全力控制散掉因为极热极寒相互碰撞摩擦而衍生出来的火球时，迦南学院的守护者千百二老现身了。二老轻飘飘的就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将火球送了进去，实际却是萧炎的攻击已经使空间产生了许多小裂缝。这一手使得这片天际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萧炎反应过来后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苏谦大长老也是如释重负，随后拉着萧炎就去见千百二老。千百二老有些严厉的指责苏谦不称职，萧炎赶忙表示这都是自己的锅。千百二老看到这不仅拥有异火还潜力无穷的小伙子，就没再说什么，还叮嘱萧炎日后外出历练要多加小心。苏谦翻了翻白眼后，明里暗里的表示千百二老不管事，院长也许久不回，早知道当年就不从他们手中接过大长老的职务。二老有些尴尬，暗戳戳的将话题转移到地魔老鬼，然后配合着似笑非笑的表情，诡异的望着虚空。原来看起来被毁灭火连击中的地魔老鬼利用空间隐蔽之法躲过了部分攻击，千百二老将他弄出来后，活脱脱一个油炸鬼的形象。极为怨毒的看了萧炎一眼后，地魔老鬼惊叫道：“百烈、千木，没想到你们两个老家伙竟然还没死！”地魔老鬼十分清楚白老本就跟他有仇，而且这次事情过后，他们也不会留下他这个隐患，当即就施展空间血盾逃了去。然而这次他却没能跑掉，见势不妙就直接溜了的寒风倒是保住了小命。白老杀了地魔老鬼后，应苏谦请求，同千老一起帮萧炎看了看魔毒斑。然而二人始终不是斗宗强者，联手的话的确能够驱除一些毒素，但是每次所能驱除的数量太少，按照这种速度，只怕至少也要个几年时间才能将毒素彻底驱除。然而萧炎最缺的就是时间。冲着千百二老躬身行了一礼后，萧炎缓缓地坐回自己的椅子，在心中默默地安慰自己道：只要得到第三种异火，将魔毒斑炼化，那自己的实力必然会大进。千百二老并未在内院停留多久，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去。萧炎将地魔老鬼的尸体捡回纳戒后，就开始修复自己的伤势。萧炎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了，行走中州必须得有更多的保命手段。毁灭火莲还能使用一次，除了自己极快的飞行速度，萧炎还需要提高自己的攻击力。于是在伤势恢复后，萧炎去了天坟炼气塔，一是为了利用聚火壶解决陨落心炎的问题，二是为了修炼六合游生尺。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啦，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